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K 米侠侣喵记，我是 KK。现在呢已经是处于北京的3月底，马上就4月份了啊。其实到处都是鸟语花香的时节了。本来呢，按说应该正好是出门旅行的最佳时间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属于我们的前车呀，包括我们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所以可能得真正出去旅行的话，差不多得要5月份了。那么在中间这1个月的时间呢，估计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们旅行的视频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想闲着，我想打算分享一些关于房车旅行上面的一些问题，特别是在这段时间，在我们出门旅行这段时间，好多粉丝朋友关心的问题啊，希望可以给即将买车或者是已经买车了的朋友给他一些帮助。然后这个月的时间，我会陆续做大概10期左右的视频。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想主要聊一聊，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开这个7.4米的房车到底方不方便，然后有没有必要买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房车，包括就是后期的一些驾驶啊，还有比方说停放的问题啊，这一系列问题，我在这期视频里面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。首先第一点啊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好多朋友都会担心说7.4米的房车到底可不可以上牌？因为好多粉丝朋友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，就是关于说是不是只有6米的房车才可以上牌，然后呢，大于6米以上的房车就不能上牌。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，就是首先我跟大家100%确定的一点就是，你只要不超过8米，都是可以正常上牌的，而且还是可以 C 照驾驶的，上高速、上国道、上任何的道路都没有问题。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了。其实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只要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规避一些问题啊，就不会发生。最起码我们在行驶的1年过程当中啊，从来没有碰到过所谓的死亡摇摆。但是呢，也有个别车友也会碰到过。那我们怎么去规避这个死亡摇摆这样的一个危险的问题呢？首先第一点啊，就是你的车子必须要配备防摇摆系统。那像我们这种进口的价格比较贵一点的车子，它都是标配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你在房车配重的问题上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够把所有重的东西都放在后面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后面空间比较宽敞，特别是那个床底下有很多空间嘛，可以塞很多东西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能把所有重的东西都放在后面。如果就是后面偏重的话，那你车头的下压力就会减轻，然后呢，车子就会不稳定。这个也是在国外有很多实验的，就是你把车子东西放到后面的话，你这车子就特别容易出现死亡摇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并不是说你前车的车头的下压力越轻越好。就像我们这个车子啊，它的空车的情况下，其实下压力只有35公斤，这是很轻了，因为毕竟7.4米长的车子嘛。但是呢，并不是说它越轻就越安全啊，所以最好呢，我个人在行驶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是，差不多在80-90公斤的下压力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安全的。因为首先呢，就是你有一定的下压力的情况下，你车头压下去，哪怕风大一点或者是怎样，你的就是驾驶的过程当中，你变道啊什么的会晃一下，这样子呢有足够的下压力，它也能够防止你产生这个死亡摇摆。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车子的，比方说你的挂钩如果偏高，就比方说像我们是汉兰达嘛，然后有些车友他是用霸道来拉的，然后它的底盘比较高嘛，相对来说它的车头就会高一点，它的那个球头就会高一点，这样子呢也会相对来说会造成
容易引起死亡摇摆，所以就是跟死亡摇摆相关系的问题还是挺多的。大家把这些问题都规避掉以后呢，就会避免出现死亡摇摆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就关于好不好开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么长的车子啊，就是你在碰到就是这种极端路线的时候，比方说你到了一条死胡同，然后呢，如果说前面没有路走了，那你怎么掉头呢？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啊。我们一般解决呢，就是有两个方案。一个方案呢，就是说你车技还不错的，你就直接倒出去就好了。这个呢，一般我是这么操作的哈。然后如果说你刚刚开始开，实在是不行的，你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说把你的前车跟你的后车摘掉，完了以后呢，把你的那个拖挂直接拽着车头拉过去，这样呢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还有车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7.4米嘛，大家也能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你去外面旅行的时候，你停车好不好停，就是停车位好不好找，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。其实呢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办法啊，就是你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后面比较宽敞的这种停车位。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车子停到那里以后，使劲的往后倒，然后把车屁股就是挂到草坪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你整个车呢就能完全停到车位里面去了。拉一个这么大的车，因为会有分组啊，还有重量啊这一系列的问题，然后前车会不会油耗会增加的比较厉害。首先呢，这一个最主要的还是得要看你前车的一个排量的一个情况，排量越大影响越小。比方说你是用4.0的途乐拉它，估计可能油耗不会有太明显的区别，可能也就增加1-2个油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是小排量的车子，比方说2.0排量的，甚至像我这个汉兰达是2.7排量的，那它的影响的油耗呢会比较大了。就是举个例子，我在高速公路上光前车没挂拖挂的情况下，正常的应该是7到9个油左右吧。但是如果挂上拖挂了，然后保持车速在90到100的时候，可能会到18、19。那如果说你保持在70到80的左右的时候，可能在15跟16左右，而且还要看你是不是处于是爬坡的状态。如果是平路呢，大概是这个油耗；你如果是爬坡的，可能会更高。如果说你在爬坡的情况下，保持高速的话，可能超过20个油都有可能性。当然你在爬坡的时候还是尽量保持低速吧，因为像我就碰到过很多次，在爬坡的时候速度超过80以上到90的话，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爬坡形式，那个变速箱就会过热，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。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，有没有必要买那么大的车子？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车子啊，有些人都是留言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车子呢？还不如直接买一个自行驶，多方便啊！就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使用体验啊，或者是一个要求的问题了。像我们呢，因为是属于是慢旅行的一个状态，走到哪，然后呢可能到那住10天半个月啊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对空间的要求啊，然后对于豪华性的这种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啊，因为要长期住嘛，会比较在意这种舒适性，还有这种空间感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种7.4米这么大的一个房车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再快一点再大一点可能会更好。但是有些朋友他可能就属于是比较着急的那种类型啊，到了这里玩个1天，第2天可能就走了，最多就停1天，然后呢就很着急的赶路。其实呢这样子的车友，如果说再加上对于空间啊或者是这种舒适性没有那么太在意的，确实也是可以选择自行驶的。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的问题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买了这个7.4米的房车，如果说我不出去旅行的话，这个车子该怎么放哪里？这个是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啊。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啊，就是首先，如果说像我在北京买的，北京的就是卖车的车行，他就会给我提供一个免费的停车的场地，或者是说，你找一个就是城市周边的一个营地，这种营地呢，就是不是那种特别豪华的啊，1年大概2到3千，贵一点大概5到8千，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可以。这样子呢，你停在那里呢，平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孩子啊去那边体验一下房车生活，因为那边呢毕竟是野外嘛，然后呢有水有电，也如果说5到8千的
可能还有一个小院子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这样呢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停车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因为要旅行了嘛，所以我们搬到郊区这个地方住了。这个郊区的小区呢，就是大家在我之前的视频也可以看到，非常的空旷，就是没有太多的人，然后呢车位也比较富裕，所以呢我就可以直接停到小区楼下。这3个呢，就是基本上可以，我觉得也可以解决你停房车的问题了。今天关于7.4米房车，停车、上牌啊、行驶这些系列的问题，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了。这些观点都是我自己1年左右行驶下来的一些经验总结啊。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呢，可以在我评论区下方留言，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